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这次到了有飞陀小京都之称的高山市，由于地处飞陀地区的中心地带，所以通常被称为飞陀高山。接下来会带大家逛逛高山市一些著名景点，像是以高山祭著称的阴山八幡宫，超多美食特产，很有味道的三町老街，当然还有各种特色美食和必吃的飞陀牛握寿司。现在就来跟着我一起出发吧！既然都来到了和牛小京都，当然就要来吃个和牛烧肉了啊！第一天的晚餐就选择高山市的烧肉名店丸明烧肉。为了避开人潮，我们4点半就到了，但还是满满的人哦，哈哈！不过也不用紧张，在这个单子上面写下你的名字和人数，现长后位就好了。墙上挂着很多他们家和牛的奖状，也有贴上今天使用肉品的认证编码。对自己的肉是相当有自信啊！等待的时间也可以去隔壁他们家自家开的肉铺逛逛，可以看到这些和牛的价钱都非常的划算。如果住民宿的话，买一些回去民宿煮个火锅，应该也是很爽的。这些肉看起来太赞了吧，看着都饿了。半小时之后终于有位置了，先来看看菜单。A5 等级的飞陀牛卖这个价钱，真的是有够划算。如果不太确定要点什么，也可以点这种拼盘，里面就包含了飞陀牛的各个部位。而除了和牛之外呢，也有牛内脏、一般的鸡肉、猪肉，选项算是相当的多啊。也可以换成寿喜烧或涮涮锅的吃法，感觉也是蛮爽的。等上菜大吃一波啦！今天的重头戏来了。A5 飞陀沙朗牛排，这个是 A5 的腰内肉，还有横膈膜，另外再加点一份牛内脏。我们马上先来试试看这个 A5 的沙朗牛排，可以看到这个油花相当的惊人，不愧是 A5 等级的品牌和牛，入口即化是当然的，浓厚的油脂有着淡淡的甜味。适当的甜腻口感非常的棒，烤更熟一点，让表面有一些焦脆也很赞。这个 A5 沙朗牛排我觉得还蛮值得点的，推荐哦。再来试试 A5 等级的腰内肉，就跟牛排一样，顺口的丰富油脂，这个也可以点。再来试试横膈膜和内脏类，跟前面的相比就普通了一些，是好吃的，但就是没有什么亮点，拿来多点一份 A5 肉应该会比较好吧。其实原本是想点厚切牛舌的，但是已经卖完了，可能就有留待下次了吧。总共吃完才花了日币1万出头而已，台币2000多可以吃 A5 飞陀牛吃到饱，真的是很划算哎！就连3岁小儿也吃得赞不绝口。来高山玩真的很推荐吃一次飞陀牛烧肉。高山还有另外一间烧肉名店，就是味藏天国，听说更厉害啊！欢迎有吃过的人来留言分享一下哦。吃饱以后，看天色还没有全黑，我们临时决定去高山老街晃一下。现在应该人很少，可以拍到一些不错的照片吧。果然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这里的店家大概5、6点就全关了。高山老街其实是由上町、下町的3条主要街道构成，又称为三町，形成时间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。这条街道原为商人和工匠的聚集地，如今老街内贩卖着各式飞陀地区的特产，从日本酒、清酒、手工艺品到传统美食都可以逛到，非常适合花上半天到1天的时间游览。这个就是有名的高山正屋，明天我们也会来逛一逛。入夜后的中桥还蛮漂亮的，晚上的高山真的很适合散散步。今天就这样先回民宿休息了。这次住的民宿还算不错，够大，住5个人应该都可以吧。明天早上再来好好的逛逛高山。第2天一早，我们从中桥开始了我们的高山之旅。第一站自然就是刚刚说的三町老街了。今天不太凑巧是个下雨天啊。
既然知道高山以酿造清酒著名，那我们就先来喝一杯吧。我们这次来逛的是船板酒造店，也是一间有着200年历史的传统酿造厂。想试喝清酒的话，就先换个代币，100元可以换一个。要来把我们的酒杯转出来咯。听说这个扭蛋酒杯还有限量版呢，4星的酒杯好像不错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要喝什么吧。这边的酒的种类真的还蛮多的，这个就直接叫爽酒啊，感觉喝了会很爽的感觉，真的超多的，选择困难了。最后还是让妹妹来帮我决定好了，就这样按一下会刚好出1杯的量，还不错，可以充分的尝试到每一款酒的味道。当然，如果喝到喜欢的，旁边也有一整瓶的让你选购。这个柚子酒好像也是这边蛮有名的。里面当然不免俗的也有卖各式各样的伴手礼，合掌村和高山风格的史努比包包，还蛮有意思的。也有卖一些地区产的特殊茶叶，飞驼红茶。逛累了也有地方可以坐着休息一下。不过我猜这个地方应该蛮多旅行团会来的，所以要来的话最好是趁早吧。我们继续来逛高山老街，前面这个好像就是有名的煎饼堂。照理来说，这边应该会卖有现烤的鲜贝才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，那还是进去看一看吧。超大根的海苔卷，感觉这边的东西都蛮适合买回去当伴手礼的。每包鲜贝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吃。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店家都有卖这种飞驼牛肉串，不过我觉得这间的算比较好吃一点。旁边街道上有一家还蛮难吃的，可乐冰也还不错。雨好像下得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决定先找个地方坐一下，避个雨。先来这边吃个五平饼避雨好了。五平饼是日本中部地区的乡土料理，做法是把米煮熟后压碎定型，再加上酱汁后烧烤而成。表皮就是焦焦脆脆的，闻起来很香，一口咬下去就是软糯的咸甜口感，还算不错。烤团子也是走差不多的咸甜路线。这间的内用空间也挺宽敞的，在这边坐着休息还蛮舒服。坐着坐着也差不多到吃饭时间了，隔壁正好是一间荞麦面名店，中午就决定吃这间啦。手打荞麦的米亚比安，看起来是有入选过2019年的米其林指南。11点一开门，我们就直接进来入座。店里也有卖有名的新正日本酒。决定点个鸭肉荞麦面来吃吃。这边还有教你怎么正确的吃荞麦面以及做蘸酱的方法，全中文的，做得很棒了。等面的时候会先送上酱料工具，就可以马上手磨山葵了。现磨的山葵真的香啊！我的鸭肉荞麦面来了，冷面配热汤。个人是蛮喜欢这种沾面形式的吃法的。鸭肉汤本身味道不错，汤头浓郁不油。应该有加一些柑橘类的东西调味，挺清爽的。和滑顺的荞麦面也非常的搭配，没2下就吃完了。妹妹也很努力的练习正统的荞麦面吃法呢。吃完饭出来，雨终于停了，老街上的人也变了很多，还有很多来休学旅行的学生。逛到了一间专门卖筷子架的店，超多种类，真的都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发现了一间250年的老店，专卖酱油和各种的味噌啊，来逛一下。店里面就直接放了2大桶的味噌啊，让你直接可以用牙签来试一下味道。也有整锅的味噌汤可以试喝哦。还有这种专门做腌制蔬菜的味噌，看起来也不错，想试试看，又便宜。另外一区只是以酱油为主，
除了最忠于原有味道的生酱油之外，也有从发酵1年红味噌中抽取出来的1年酱油。当然要更好的，也有这种酿造4年的4年酱油。除了单罐的酱油之外，也有卖各式的这种礼盒，应该很适合送给喜欢烹饪的朋友哦。走一走，消化一下，感觉又可以吃东西了。我们来到了这次一致同意高山老街必吃的飞驼牛握寿司。这间的名字叫金奶 Cote 牛，是主要老街那边 Cote 牛的姐妹店。也因为远离老街的关系，人比较少，所以不太需要排队。Google 分数甚至还更高，菜单也很简单，就是 A、B、C、X 4种而已。点完以后就直接在这个小窗口拿寿司走，然后隔壁就有一个蛮大的内用空间可以坐，真的是还蛮贴心的。飞驼牛握寿司出现啦！想到会用鲜贝来当盘子，真的还蛮厉害的。除了好看之外，还可以直接吃掉，不制造垃圾。寿司使用的牛肉相当的滑嫩可口，一罐用酱油，一罐用简单盐巴调味，都完美的带出了肉的鲜味，非常的赞。如果来高山老街，你只能吃一个东西的话，那我就是推这个握寿司，必吃啊。OK， 这样也算是把高山老街逛了一圈，能吃能喝的都尝试了一下。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了，阴山八幡宫。我们现在要前往阴山八幡宫了，只要沿着宫川散步，就一定不会错过这个白色的大鸟居。从这里往前走就是阴山八幡宫的参道。这次旅行一共来了阴山八幡宫2次，所以接下来的影片会混合这2次拍摄的素材。阴山八幡宫创建于西元377年，神社供奉的是八幡大神，即日本神道中的战神，他也是武士阶级特别崇拜的神灵。阴山八幡宫最著名的是它与高山祭的关联。高山祭是日本3大美祭之一，每年春秋2季举行。秋天高山祭于10月9到10号由阴山八幡宫主办，祭典时可以看到华丽的花车游行。我们现在就来逛逛这间神社吧。很喜欢入口处的这个鸟居，是全原木色的，搭配两旁的树木以及后方的阴山，颜色上非常的搭配。通过鸟居后，左手边的这栋建筑物就是高山祭的屋台会馆，保存着高山祭时使用的神教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在购票进场参观。里面的人不算多，还蛮宽敞的。从这里走上去就是本殿的所在。可以感觉到神社里面大部分的建物都是采用原木色，有一种特别沉静质朴的感觉。就上去参拜一下本殿吧。本殿也是很美的，原木色搭配的金色，特别有一种高雅的感觉。可能因为周围都是树林吧。一进入到了本殿这一侧，就特别有一种神圣的能量感，和大都市里面那些神社感觉完全不同啊。阴山八幡宫境内还有很多的小型神社，所以可以一次收集到很多的玉珠印哦。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高山的著名大景点——高山正屋，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古迹啊。高山正屋曾是江户时代飞陀国的政治和行政中心，它是日本目前唯一现存的幕府直辖机构建筑，可以想象成这里就是当时的政府机构以及一些外派官员的住所。现在经过了这些房间，大都是各职能的办公室以及休息区。这区域好像是他们的文案室，放书的地方。这地方叫做营卫所，是古代拿来侦讯、审判犯人的地方。所以看到前面地上这些，应该就是刑具。这一区应该是粮仓哦，存放着上贡过来的这些米粮。走一走会发现，这个
高山镇屋的占地真的是有够大，根本可以当做是一个博物馆了。也有展览武士的盔甲、武士刀以及铁炮，超级帅的。就这样绕了一圈，也差不多要出去了。如果对江户时代的历史以及传统建物有兴趣的话，我觉得高山镇屋还蛮值得一来的。个人是觉得逛起来的感觉太像是在逛博物馆之类的了。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没有兴趣的话，我才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聊。逛完之后也差不多是晚餐时间了，我们决定去车站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。高山这边还有一样美食呢，就是高山拉面，就是一种叫做中华寿把的酱油拉面。决定来这间喜酒之家试试看。看这菜单就可以发现，这间店卖的东西就是很平价亲民，就点个中华寿把试试看吧。这边用的猪肉是白川乡特产的节指猪，感觉还蛮温馨舒适的一间小店。上来了，我点的中华寿把，其实就是一种很有昭和味的酱油拉面，不能说是多有冲击性的味道，就是那种温醇顺口、百吃不腻的酱油味。这种汤头配上细面，我觉得是最搭的了，个人还蛮喜欢的。叉烧当然就是弱了一点，不过既然这么便宜，就不多说。准备回民宿休息了，明天要去高山的最后一个景点宫川昭市。离开高山前的最后一个早上，天空终于放晴了。之前的4天通通都是阴天啊。这边就是我们这5天住的民宿，门口就有一个停车位，随时可以停车。房东太太也非常的和蔼可亲，这几年还有带一些小糖果跟纪念品给我们，真的很谢谢她。民宿距离宫川昭市大约10分钟的路程。我们到达飞驼高山宫川昭市啦。9点的昭市正是热闹的时候，满满的人啊。路边有很多的摊贩卖着各式各样的小吃，所以早饭就直接在这里解决就好了。我们看到了一间人气相当旺的饭团店，是好日，决定就买这边的饭团当我们的早餐。大家都买了早饭后，在河边随意的坐着享用。这时候正是4月，温暖的太阳照下来，相当的舒服。宫川昭市已经拥有了300年的历史，最早可追溯到江户时代，当时是当地居民进行日常生活用品及农作物交易的地方。如今宫川昭市仍然保留了这个传统，营业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正午，是一个典型的早市，主要贩卖当地新鲜的农产品，如蔬菜水果以及各种手工艺品和土产。一些自家制的腌菜、味噌也是必不可少。这是他们日本用的线香，的味道跟台湾的还蛮不一样。这里有一些 handmade 的手工艺品，感觉是用琥珀做成的，也都很漂亮。靠近昭市这边有一家专卖猫咪主题的店，有很多小东西，觉得都还不错，很可爱。宫川昭市确实相当的热闹，这种活力的氛围会让我想到了台湾的菜市场，相当不错。我们现在打算走到宫川的对岸，来稍微散步一下。我们走过对岸的这座桥叫做段志桥，桥上特别的是有2尊段志怪铜像，一个是手长怪，一个是脚长怪，应该是来守护这边的行车安全的吧。对面这一侧的氛围和宫川昭市那边完全不一样，人少很多，所以逛完昭市之后走这侧回去还蛮不错的。下来河堤这里有看到一株很漂亮的樱花树，虽然已经在落樱了，不过还是蛮美的。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在河堤散步，也就已经很舒服了。高山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城市。
那我们这次到高山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了。下一次影片我们会到长野的白马村来介绍如何到八方池，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到时候新片上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了哟。拜拜。